清道夫泛滥成灾，逃过了中国人的筷子，为何却在印度恒河栽了跟头？不知道大家对清道夫这种鱼有没有了解？近几年，清道夫在我国南方一些地区已经泛滥成灾。要知道，中国原本是没有这种鱼类的，被人们引进后，由于没有天敌，很快就泛滥成灾了。作为外来物种，清道夫在中国可谓是受尽白眼，甚至被人们称之为垃圾鱼。可为什么这种鱼会在我们国家泛滥成灾呢？清道夫原产于拉丁美洲，又名溪琵琶鱼，因为以各种水底垃圾为食而得名。无论是水中的藻类，还是鱼类尸体，都可以作为它们的食物，所以清道夫属于杂食性鱼类。起初我国并没有清道夫这种鱼，而是作为观赏鱼类被引入我国的。一开始人们认为清道夫可以清理水中杂质，所以但凡家中养鱼的人们都会在浴缸中放一条清道夫。但是随着鱼缸中越来越多的鱼死掉，人们才发现这种鱼并不能帮助人们清理水质，而且清道夫的排泄物非常多，这让水质变得更加糟糕。再加上清道夫会将鱼缸中的其他观赏鱼作为食物，所以它们开始被人们唾弃。清道夫适宜在水温20°C以上的河流中生存，所以多存在于我国的南方地区。在看清楚清道夫的真实面目后，一些人们将家中养的清道夫随意放生。由于清道夫的身体比较坚硬，在中国可以说是没有天敌一般的存在，因此它们可以在水流中肆意繁殖，在自身数量增多的情况下，大大减少了其他鱼类的数量，严重破坏了水中的生态平衡。既然清道夫已经泛滥成灾，那么可以被称得上美食大国的中国，为什么没有人研究清道夫的食用方法呢？其实并不是没有人尝试过将清道夫做成美食，只是清道夫的肉比较少，身上大部分都是骨头，可食用性不强，而且肉质也不像其他鱼类一样鲜嫩。再加上清道夫长时间食用死鱼等带走细菌的食物，导致它们身上也带有危害人体的细菌，所以很少有人可以将清道夫做成美食。其实不仅是中国遭受着清道夫泛滥的困扰，在美国、印度等地清道夫也同样泛滥成灾。许多国家都和我们一样，对清道夫的入侵毫无办法，但是印度却可以将它们完全拿捏。一开始印度也是将清道夫作为观赏鱼引进的，但是发现清道夫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好以后，出于不忍杀生的心理，一些人将清道夫放生到了恒河中。大家也都知道，恒河中的杂质非常多，而且其中生存着多种多样的生物，这为清道夫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。但是清道夫在印度和在我们国家的待遇可就完全不同了。一方面是在印度的恒河中生活着很多大型生物，这些生物对清道夫有着一定的制衡作用；另一方面则是印度人民对食物的宽容。我们国家不吃清道夫是因为它们并不好吃，而在印度食物比较匮乏，泛滥的清道夫也就成为了他们为了果腹的最佳选择。可以印度人民怎么处理清道夫身上的病菌呢？他们不会因此而生病吗？相信大家对印度的恒河水都略有耳闻。恒河作为印度的圣河，印度人民不仅会饮用恒河水，还会在恒河水中洗澡，所以他们拥有着很强的抵抗力。清道夫身上带着的细菌对他们来说是不值一提的。那么清道夫的泛滥对人们都造成了哪些危害呢？由于清道夫的习性是吸食藻类、底栖动物，如果与其他鱼类养殖在一起，且大量繁殖的话，会让它们有机会吞噬其他鱼卵，导致其他鱼的灭绝。清道夫目前在中国还没有天敌，所以一定要谨慎对待，不可以随意放生。在南方某些地方，已经有着清道夫泛滥成灾，从而导致整条河流本地原生鱼类灭绝的事情发生了。对于清道夫的泛滥，有什么办法可以治理吗？前面已经说过，在我国端上餐桌这个方法已经被排除掉了，目前最有效的方法只能是定期捕捞，将它们作为其他肉食动物的饲料来处理。但是清道夫的繁殖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定期捕捞的方法并不能有效的控制它们的泛滥。清道夫的泛滥也警示着人们，对于环境的保护问题一定要更加重视。对于一些外来物种，一定不要随意放生，很可能一个小小的举动会引发出很严重的后果。希望随着人们对环境的保护，可以早日研究出针对清道夫泛滥的有效解决办法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